前2天有个新闻啊，说是这个美国突然绕过了丹麦中央政府，直接派了个特使进驻了格陵兰岛。哎，你可能会说，派个特使咋呢？那是外交礼仪啊。哎呦喂，哎，你要是这么想，那可就被美国人给忽悠了啊！这哪是什么外交礼仪啊？美国派的这个特使，他不是一般的外交官啊，他是直接任命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。这个特使一上任啊，那个话那放的是相当的狠呀，一点窝都不带拐的，直接就说啊，要让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一部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起点输出啊，这叫入室抢劫啊！这个格陵兰岛吧，那是丹麦的自治领土，虽然人家有这个高度自治权，但是在法理上，国防外交啊，那都是归这个丹麦哥本哈根管的。美国这是根本就没把这丹麦当回事啊！哎，这还是那个整天把尊重主权啦、国际规则挂在嘴边上的美国吗？这分明就是什么梁山伯的好汉哦，不对，梁山伯好汉他讲义气呢，这分明就是坐山雕下山明抢啊！据说啊，现在这个丹麦政府的高层啊，那个肠子都悔青了，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啊，那是欲哭无泪啊，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。为啥悔啊？因为觉得委屈啊！哎，你想想啊，当初这个俄乌冲突一打起来，丹麦那是表现的相当积极啊！为了帮这个美国大哥撑场子啊，为了反俄啊，丹麦那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啊，援助乌克兰8亿多欧元。那对于咱们大国来说吧，8亿欧元可能是不算啥，但是这个丹麦它是个小国呀，这就是割肉啊！他是反俄阵线上的急先锋啊，冲的是最猛的，喊的是最响的，就差把自家的防盗门拆起来送上前线了。这丹麦心里面琢磨着，大哥，你看我多忠心啊，我这么卖力气，你不得罩着我点儿，不得给我发朵大红花？结果呢，万万没想到啊，那防住了东边的俄罗斯，却没有防住背后的美国大哥。这就叫我拿真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这丹麦吧，觉得自己是这个美国的盟友，是这个北约的铁杆，但是在这个美国眼里呢，哎，你丹麦呢就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的耗材，需要的时候吧，你是反俄的马前卒，那不需要的时候呢，你的地盘就是我的后花园。美国高层啊，最近还接二连三的去这个格陵兰岛串门，根本就不通过这个丹麦政府啊，这哪是盟友该干的事啊？这就是在为后续强行吞并，在这个法理上制造借口，在搞既成事实。丹麦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，想骂街啊，不敢哦，怕美国大嘴巴子抽过来。那想反抗吗？他没实力啊，美国手指头动了都能捏死他，这就叫悲催啊，这就叫活该。哎，谁让你当初把这个脖子伸进了美国的套索里呢？那现在这个绳子紧了，这头勒得慌了，晚了呀。现在咱们得往深了聊聊啊，这个美国他为啥非要跟这个丹麦过不去呢？为啥要死死盯着这个格陵兰岛不放？这个地方它不就是一大块冰坨子吗？除了这个北极熊就是爱斯基摩人，哎，有啥好抢的呀？嘿，你要是这么看吧，那个眼光可就浅了啊。在这个美国那些战略家里啊，格陵兰岛那不是冰啊，那都是金山银山啊，那是命门啊。首先位置还是位置，哎，你摊开这个地图看看啊，格陵兰岛在哪儿呢？它正好就卡在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咽喉要道上。那当年冷战的时候，这个美国和这个苏联搞对抗，有一个著名的概念，就是格陵兰、冰岛、英国连成的一条线，这是封锁苏联潜艇的封锁线。苏联的核潜艇要想进这个大西洋威胁美国本土啊，就必须穿过这条线。那谁控制了格陵兰，谁就掐住了北极通往大西洋的脖子。那现在苏联虽然没了，但是俄罗斯还在啊，而且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北极那都是重兵把守啊。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变暖了，北极冰层也化了，北极航道马上就要变成黄金水道了呀。其次吧，家里有矿，格陵兰岛那个厚厚的冰层底下藏着什么呢？藏着全世界都眼馋的宝贝稀土，还有这个石墨啊、铜、铀。那咱们之前聊过硅和平，聊过这个芯片战，现在造芯片、造这个新能源车、搞高科技武器啊，最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稀土呀。美国现在想重振制造业，想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，他就得找资源。这个满世界一看吧，格陵兰岛这就是个还没有怎么开发的聚宝盆啊。
美国人心里面算盘打得精着呢啊！只要把这个格陵兰岛给拿下来，以后稀土我就不求人了，反过来吧，我还能卡别人的脖子。最后吧，还有一个咱们不能忽视的原因啊，那就是特朗普的野心。早在上一届的时候吧，他就公开说过，我想买下格陵兰岛。当时大家都是当笑话听的啊。这个丹麦首相还回了一句荒谬。结果特朗普啊，气的是取消了对这个丹麦的国事访问啊。那现在看吧，人家不是开玩笑啊，人家是真想干啊。特朗普是甚至放言啊，要把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，要夺回巴拿马运河。那拿下这个格陵兰岛，对于他来说吧，那就是青史留名的政绩啊。你想啊，要是格陵兰岛真成了美国的领土啊，美国的版图得扩大多少啊？那是几百万平方公里啊！这就不仅仅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了，这是让美国再次巨大呀！所以吧，在这盘大棋里啊，这个丹麦算个什么东西呢？在这个美国眼里吧，丹麦就是个看门的保安，手里面拿着钥匙吧，守着金库。以前这个美国客气点，是因为不想吃相太难看了。现在美国急了呀，不管什么地缘政治还是资源焦虑啊，都让他等不及了呀。保安，起开吧你！这个金库我要了。这就是现实啊，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所谓的盟友情谊啊，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啊，连张擦屁股者都不如。那美国对于格陵兰岛那是志在必得，甚至是放出了不惜动武也要拿下的狠话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美国已经撕下了面具，露出了獠牙呀。这丹麦吧还傻乎在那边谈感情，美国人跟你谈的是生意，是霸权。这就像是这小白兔啊，以为跟在这个大灰狼后面呢能狐假虎威，结果大灰狼饿了，转头一看，哟，这还跟着一顿点心呢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啊，这个丹麦他也不是没娘的孩子呀，他后面不是还有这个北约嘛，不是还有这个欧盟嘛？丹麦可是双料成员国呀。北约第5条不是说了吗？集体防御，谁要是敢动我兄弟一根手指头，咱们全帮一起上。欧盟不是整天喊着欧洲团结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吗？那现在这个美国啊都欺负到家门口了，都要抢地盘了，这帮娘家人哪儿去了呢？这就到了这出戏最讽刺最精彩的地方了啊！欧洲的集体装死。咱们先看这个北约的新掌门人，就是那个叫吕特的这个家伙吧，平时呢是唾沫横飞啊，指责俄罗斯的时候那个嗓门比谁都大。现在呢面对美国在这个格陵兰岛的动作，面对记者的追问，他选择了4个字啊，全程沉默，要么就是避而不答，要么就是顾左右而言他，那假装看风景。哎呀，今天的天气不错呀，俨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。吕特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啊！你说北约是谁的北约呢？那是美国的北约呀。所谓的集体防御啊，那是防外人的。要是老大要清理门户，要收拾小弟，你让他这个管家怎么说话呢？他敢替丹麦出头吗？借他俩胆子他也不敢。替丹麦出头，那就是得罪美国呀。得罪了美国，他这个北约秘书长还干不干了？搞不好还得引火烧身。所以吧，装聋作哑那是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，也是最鸡贼的选择。再看这个欧盟那边啊，那个冯德莱恩大家都不陌生吧？著名的美国驻欧洲总督，他倒是出来说话了啊，发了个推文，说坚定和丹麦及格陵兰岛人民站在一起，领土完整是国际法基石。你听听，是不是听着挺好听的？但是你细品哦，这话吧叫惜字如金，全都是片汤话呀。这就好比在这个大街上有人挨揍了，他在旁边喊了一句打人是不对的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，既没有谴责美国，也没有说要给这个丹麦有什么实际援助，更没有说要制裁美国，这就是典型的嘴炮支持。其实说白了呀，就是给这个外界演个戏，既想保住自己维护主权的贞洁牌坊吧，又不敢真的得罪美国霸权。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欧盟这帮人啊，那是软骨头，安全上吧，那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，防务得靠美国呀。那经济上吧，离不开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啊。要是为了丹麦这么个小国跟美国撕破脸，回头这个美国在这个贸易上给你穿小鞋，在这个高科技上砍你脖子，他们受得了吗？所以丹麦现在是彻底被架在火上烤了。丹麦回头一看呢，
原来自己以为坚不可摧的靠山，全都是纸糊的呀，全是旁观者。这一刻啊，欧洲同盟体系的虚伪本质啊，那是暴露无遗。什么共同价值观啊，什么盟友啊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和霸权面前哦，通通失效。最惨的就是丹麦啊，跟这个美国硬杠，没那个实力，分分钟被灭。向欧洲求助吧，没人真帮忙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。认怂妥协，那就是丧权辱国，丢了老祖宗的基业，还能被国际社会看不起啊！这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这丹麦它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，怪谁呢？那当然是怪这个美国的霸道，也怪这个欧洲的软弱。但是归根结底啊，还是得怪他自己，太天真啊，太短视。丹麦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啊，就是把所有的鸡蛋呢都放在了美国这一个篮子里。他一门心思的反俄呀，把这个俄罗斯当成唯一的敌人，把美国当成唯一的救世主。他以为啊，只要我表现的够听话，只要我冲在反俄第一线，美国大哥呢就会保护我，就会给我肉吃。那为了讨好美国啊，他不惜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啊，不惜是得罪邻居。结果呢，他忘了国际政治最基本的一条铁律：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盟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美国卖盟友的事儿干的还少吗？把这个乌克兰忽悠的销毁了核武器，签了什么布达佩斯备忘录，承诺是保护这个乌克兰安全。结果呢，转头就不管了，让乌克兰成了现在的炮灰啊！为了自己的能源利益呢，为了卖这个高价液化天然气啊，美国是逼着这个欧洲切断跟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啊，让这个欧洲人啊冬天冻得直哆嗦呀，工厂关门，电费飞涨，美国人是数钱数的手抽筋儿。这些事吧，丹麦可是亲眼开始发生的呀。可是他不长记性啊，他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，觉得自己是亲生的。殊不知在这个霸权主义眼里啊，没有什么亲生的，只有好用的和没用的。现在美国要经略北极，要控制西土，要跟大国博弈，丹麦手里面攥着格陵兰岛，那就是怀璧其罪。美国不会因为你以前帮过我就对你手下留情，相反啊，正因为你是盟友，下手呢才更方便，成本呢才更低。你看看旁边的芬兰、瑞典，虽然吧也加入了北约，也被裹挟着反俄，但是在处理大国的关系上，多少还留了一丝余地，没有像丹麦那么极端呀，这么把路给走绝了。丹麦现在的遭遇啊，就是给那些还在做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美梦的小国敲响了警钟。那现在这个丹麦该明白了啊，真正的威胁不是远在天边的俄罗斯，而是近在眼前的那个正拿着刀叉准备分食格兰林岛的美国。可惜啊，明白的太晚了，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岛布好局，驻军、特使、舆乱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啊，正在一步步瓦解丹麦的控制权。这个格陵兰岛的雪是白的，但是里面的故事那是真黑啊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。你对于老美这波操作怎么看呢？评论区聊聊哦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